拜见公主殿下。果不其然，楚风周围的4位远古精灵一同以尊敬的语气对那艘战船说道。而此刻，那艘战船也是忽然停止不前，一道温柔却不失威严的声音自战船之内传来：“来者何人？回禀公主殿下，在下名为楚风，此次来到精灵王国，有要事相求。”见状，楚风也是抬起头来，对着那战船抱了抱拳。虽然没有看到人，可他却能够猜出来，那说话的一定是精灵王国内的公主楚风。此刻，战船之内有着一道宛如仙子一般的美女，她身材修长，虽然苗条，却又不失丰满。尤其是那一头黄色的长发，精美的盘在头顶，配上那精致的发冠，以及那美丽的脸庞，是如此的高贵，当真是气质不凡。尤其是这灵月公主，穿着一身光芒闪闪的铠甲，更是显得她霸气非凡，与众不同。而这位便是精灵王国国王的二女儿仙灵月。灵月公主，别看仙灵月长得如此美丽，就像是一个出水芙蓉的美人，可实际上她有2000多岁的寿龄，再加上遗传了精灵国王的高贵血脉，她的修为也是极强，乃是一位5品5帝。这个修为放眼整个5之圣土，也是少有人敌，而她却只是精灵王国内的公主而已。此刻，仙灵月听到楚风这2个字，也是神情一动，透过战船下方的窗口，她仔细观望，打量楚风。当发现此刻下方自称楚风之人，竟真的就是那被4大地族通缉的楚风后，她的脸上竟然绽放起了迷人的笑容，竟真是这个楚风。灵月姐姐，我听说这个楚风可是一个刺头，特别能找事，特别能惹麻烦，莫非他是觉得挑战人族势力已经毫无意思，所以来找我精灵王国的麻烦了？他可真是胆大包天，活腻了。此刻，在灵月公主的旁边还站着一名年轻的远古精灵，这是一名男子，黄发披肩，似女子一般，而他与楚风一样，皆是小辈，并且就连他的修为也与楚风一样，皆是9品半帝。这位远古精灵名为仙玉石，虽然并非国王子嗣，但也是出身高贵之辈，身份地位远高出于其他远古精灵。玉石弟弟，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楚风吧？灵月公主对仙玉石问道。我最近几年一直跟着姐姐修炼，很久没有独自出去过了。对于这楚风的种种，皆是听闻，今日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仙玉石点头说道。既然是第一次看见，那你定然不了解这楚风，为何便将楚风说得如此不堪？灵月公主问道。灵月姐姐，我仙玉石4世想要解释，可是斟酌一番后，她并未解释，而是说道：灵月姐姐，我错了，日后再也不妄断一人，这就对了。灵月公主淡淡一笑，再度看向下方的楚风。楚风，你还是快走吧，那穿上的可是灵月公主，你得罪不起。此刻见灵月公主的战船迟迟不走，灵月公主又迟迟不说话。楚风身旁的远古精灵暗中传音劝着楚风，怕楚风惹怒了灵月公主。楚风，你说来，我精灵王国有事相求，不知所谓何事？然而就在此刻，灵月公主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回禀公主殿下，我需精灵王国的千叶雀尾花1颗，救人性命。楚风如实说道。不知是救谁性命？灵月公主问道。此人不方便透露，还望公主殿下见谅。楚风犹豫一番后，并未直说，毕竟南宫龙剑性格耿直，难免在5之圣土上得罪很多人。如今他病情爆发，已然失去战力，楚风怕此事传出去，会有仇人寻仇上门，真是放肆。你既有事相求，却又不肯直说，根本就不像是求人的态度。你当我精灵王国是什么地方？战船之内传来一声暴怒之音，那不是灵月公主的，而是仙玉石的。听着这个声音，楚风眉头微皱。虽然他听公主的声音很是随和，对他并不反感，但很显然，这公主的身旁却有着非常不喜欢楚风的远古精灵。玉石弟弟，我与人说话的时候，可否不要插嘴？战船之内，灵月公主看向仙玉石，目光有些不悦。是。仙玉石不敢再说话，你先出去吧。灵月公主说道。灵月姐姐，我仙玉石脸色大变，还以为自己惹得灵月公主生气了。虽然她叫灵月公主为姐姐，看似亲近，但实际上她非常惧怕灵月公主，毕竟灵月公主可是国王的亲生女儿。精灵国王治理精灵王国已有8000年，但在此期间，他只生下过3个儿女。大儿子在5000年前闯进地的时候死了，后面生下的2个皆是女儿，而这2位便是灵月公主以及被誉为远古精灵最强天才的喵喵公主。这2位公主是精灵国王如今仅有的2个孩子，是真正的掌上明珠。在整个精灵王国，莫说是他们这些小辈，就连长老们也不敢得罪2位公主殿下。我是让你出去接待那楚风。灵月公主笑着说道。灵月姐姐，你要接待那楚风？仙玉石有些诧异，不明白灵月公主为何要接待楚风。我没说我要接待楚风，而是要你接待楚风，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灵月公主笑着说道。看着灵月公主这特殊的笑容，仙玉石似是明白了什么，于是连连点头道：灵月姐姐放心，弟弟定然会好生款待楚风，你做事我放心。去吧。灵月公主也是摆了摆手，随后仙玉石便自战船之内飞落而下，来到了楚风近前。而在仙玉石落下后，那艘灵月公主的战船则是径直地飞向了精灵王国深处。你便是楚风？仙玉石盯着楚风说道，态度很是不好。正是在下，敢问阁下是？楚风笑着问道。态度很好，因为他不敢忘记此次来此的目的，也不敢忘记罗盘仙人对他的提醒，此次来此乃是有求于人，哪怕一眼就看出这仙玉石对他是满满的敌意。可楚风现在却还是要表现得客客气气。这位是我精灵王国的玉石少爷。一旁的远古精灵介绍道。原来是玉石少爷，幸会。楚风再度抱拳，脸上笑容不减。不用多礼了，随我来吧。仙玉石轻蔑地撇了撇嘴，随后便向精灵王国内飞掠而去。见状，楚风双眼微眯，他并不确定仙玉石让他跟过去是何用意，但楚风仍然没有犹豫地跟了过去。他不想错过可以进入精灵王国的机会。玉石少爷，
这楚风没有得到受邀，怕是不。而此刻，那4位远古精灵的长老则是面露为难之色。虽然仙玉石贵为少爷，可却还不具备邀请外人来精灵王国做客的资格。是我灵月姐姐的意思，你们敢拦？仙玉石脸色转冷，很是不悦，因为他也清楚是他没有资格邀请他人来做客，所以这些长老才会拦着他。属下不敢。听得灵月公主的名字，4位长老赶忙退下，不再多言。仙玉石冷哼一声，随后看向楚风，没好气的说道：“想什么呢？还不快些跟上！这个家伙真是找揍，自己身份不够，竟然还拿你撒气！楚风，要不这样，咱们不求了。我感觉这仙玉石对你敌意很深，进入精灵王国怕是有危险。”对于仙玉石这种态度，女王大人很是不满，但更多的却是对楚风的担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更何况那仙玉石也说了，让我进去的是灵月公主，而不是他。想必就算他对我再不满，也不敢真的对我如何。毕竟那个所谓的灵月公主对我似乎没有敌意。相比于蛋蛋，楚风则是无所谓的笑了一笑。当得知是灵月公主邀请他的时候，楚风就想到了一些什么。所以说，如果之前楚风还有些不安，那么此刻楚风已是有恃无恐，真是拿你没办法。蛋蛋觉得楚风就是在自我安慰，放心，我自有分寸。楚风再度一笑，便开始一路紧跟，而跟随仙玉石向前飞行足足2个时辰之后，楚风才看到一座远古传送阵。进入远古传送阵后，又经历了足足3个时辰，才自远古传送阵中出来。在此期间，仙玉石一句话都没有与楚风说过，态度之恶劣，就像楚风欠他钱一样。只不过，当楚风自远古传送阵走出之际，浮现在眼前的不仅是那美到如幻境一般的景色，还有一座浩瀚的无边无际的城池。这座城池绝对是楚风目前为止所见过最壮观的城池，巨大的城门与城墙皆是高入云端，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并且在那城墙与城门之上，竟然还镶嵌着一颗颗巨大的宝石。宝石颜色各异，但布置的并不密集，配上那白色的砖墙、蓝色的瓦，大有点睛之笔，将此城衬托的既华丽又高贵。精灵王国果然不同凡响呀！此刻就连蛋蛋都忍不住夸赞起来。他之所以夸赞，不仅是因为这座浩瀚的城池打造的很完美，主要还是因为这城墙上的一砖一瓦都蕴含着一座阵法，不是一面墙，也不是一道门，而是一砖一瓦皆蕴含着一座独立的阵法。而这样无边无际的城池有多少砖瓦，相信没有人数得过来。但正是这样密集的阵法，才使得这座城池不仅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实际上还具有极强的攻击能力，攻守一体，乃是绝对的大手笔。此刻，仙玉石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小门前，虽说是小门，但也高达几十米。门前两侧整齐地站立着近100名远古精灵护卫，竟全部都是5地级的强者。虽然不如先前那4位长老那般强横，只是一品5地，可是足足100位一品5地来当守门人，这等规格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若是让九世知道，那对他们来说，如至尊一般的5地强者，在精灵王国这里竟然是守门级别的，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至少楚风在此刻意识到了，为何精灵王国被誉为是5之圣土最强的势力，因为在他的面前，其他势力的确显得弱小不堪。你在这里等我。仙玉石冰冷冷的对着楚风说完这番话后，便走进了大门之内，而楚风则是一直站在此处，欣赏起精灵王国这美不胜收的景色。因为眼下天色已黑，所以精灵王国那闪烁着微光的花草树木显得格外璀璨，实在是美。只是如此美景之下，楚风却有些想念自己的爱人了。紫菱、苏柔、苏美，此般美景，若是能与他们一同欣赏，那该有多好。不过好在还有蛋蛋陪伴，这倒使得楚风没有那样心酸。在精灵王国的深处，有着一座特殊的宫殿，这座宫殿竟是由一棵特殊的大树打造而成。说是树，但实际上却更像是一棵巨大的花，因为这树的枝叶皆是与众不同，很是美丽。并且如果说精灵王国内其他的植物都是闪烁着微光，那么这棵树闪烁的则是强光，夜晚之下就像是一盏巨灯，将万物点亮。然而这样美的一座树中宫殿，却是远古精灵们的禁地，唯有少数几位可以来到此处，闲杂人等莫说入内，连靠近都不行。此刻灵月公主便在这宫殿之中坐着，眼下灵月公主换下了那璀璨的铠甲，穿着一身蓝色的长裙，显得格外性感。然而她却并非这宫殿的主人。姐姐，你可算回来了，人家都想死你了。忽然一道倩影宫殿深处跑出，如狡兔一般跃起，直接扑入了灵月公主的怀中。这是一名少女，大概15、16岁的模样，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种种特质说明她也是一位远古精灵。不过她比寻常的远古精灵长得还要美，简直美到不切实际，就像是从画中走出的仙子一般。所以别看她与灵月公主长得很像，但各方面都比灵月公主还要完美，尤其是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灵气十足，很是漂亮。这位便是精灵王国的绝世天才仙喵喵。喵喵公主，仙喵喵这个名字是其母亲为其取的，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却少有人知晓。你这丫头吃过东西也不说擦擦嘴。灵月公主用自己的手帕擦拭掉了仙喵喵嘴角的食物，笑着的双眼中尽显温柔。灵月公主待人和善是出了名的，很多时候她对外所展现出的都是温柔的一面，但唯有看仙喵喵的时候，这种温柔才最为纯粹。姐姐人家没别的爱好，就是爱吃嘛。仙喵喵紧紧地抱着灵月公主，闭着眼睛，小脸不停地在仙灵月的怀里蹭着，就像是一只撒娇的小猫。难怪母亲为你起名叫喵喵，你还真是一只小馋猫。灵月公主轻轻地弹了仙喵喵的脑袋一下，可是忽然之间她的目光一闪，随后抓住仙喵喵的肩膀，正视着仙喵喵问道：
喵喵，你的修为你突破到了3品5地。对啊，仙喵喵笑着点了点头。你这丫头进步的也太快了，明明距离上次突破还没有过去多久。灵月公主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心里却非常的高兴。精灵王国的国王之位本来只能是男子继承，而国王唯一的儿子死后，便等于没有了传承之人，所以他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当仙喵喵出生后，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他决定要让仙喵喵继承他的国王之位，并且还因此立即召见诸位元老开会。得知此事之后，诸位元老极力反对，哪怕仙喵喵的父亲贵为国王，可也感受到了压力。不过很快的，仙喵喵天赋大显，修为进步堪称神速，简直达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是极力反对让仙喵喵继承国王之位的元老们也是不再说话了，因为仙喵喵的天赋实在太恐怖了，简直恐怖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地步。这样的远古精灵就算个女子，但让她做国王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毕竟国王往往代表着远古精灵的最强者，也唯有最强者才有资格坐上国王的宝座。喵喵，今天我看见了一个人，你猜是谁？仙灵月问道。姐姐真无聊，你都告诉我是人了，还让我猜，是看不起我的智商吗？仙喵喵翻着白眼说道。你这丫头，我是让你猜是什么人？灵月公主说道。不猜，我对人没兴趣。仙喵喵撇嘴说道。说话间，探手一抓，将不远处桌子上的一盘点心整盘抓了过来，开始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不知道是谁总跟我提那个叫楚风的家伙，难道那个家伙不是人吗？灵月公主说道。姐姐，你说的是楚风？你看到楚风了？在哪呀？此刻，仙喵喵赶紧抓住灵月公主的衣角，激动的又蹦又跳。看把你急的，我若是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我精灵王国内，你不还得美疯了呀？灵月公主笑着说道。他来我精灵王国了，在哪？我要去找他。仙喵喵说话间便要往出跑，回来，好歹也是公主，总要矜持一点吧。再者说了，你们不是只见过一次吗？怎么就对他这么念念不忘？灵月公主问道。姐姐，你是不知道，楚风可是人族之中除了清玄天之外唯一一个触发远古仙真的，我对他很好奇，我想知道他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清玄天。仙喵喵说道。远古仙真多了，更何况外面的远古仙真又不难触发，单凭这一点可无法成为清玄天那样的人物。不过老实说，这楚风还真是有点本事。当我看到他那一刻起，便发觉他与其他人类相比，的确有些与众不同。灵月公主说道。是啊是啊，他进步得很快呢，我听说连南宫龙剑都替他撑腰，强迫4大地族与楚风和解，定是看到了他未来的潜力。仙喵喵说道。的确是很有潜力。灵月公主也点了点头。姐姐，那你快告诉我那楚风在哪，我去看看他。仙喵喵说道。不急，我要考验一下他。灵月公主说道。考验楚风什么？仙喵喵好奇地问道。不是楚风，是仙玉石。灵月公主说道。仙玉石。听得此话，仙喵喵更是一脸的问号。仙玉石，我之所以带他修炼，就是发现此人心性与其哥哥仙玉英一样，这种心性很不好，莫说对外人，就算对我远古精灵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想改变他。不过我发现本性这种东西真的很难改变。此次我有意让他接待楚风，并暗示了他一些事情，想看他究竟选择好的还是选择坏的。若是选择好的也就罢了，日后他爱如何就如何，我也不管了。可若是选择坏的，日后就必须打压于他，莫不能让他成了第2个仙玉英。灵月公主说道。我明白了，不过姐姐，不是我说你这样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仙玉石一定会让你失望的，他和他哥哥本来就是一个德行。仙喵喵说道。若真是这样，那也没有办法，机会我给过他了。灵月公主说道。此刻楚风仍在精灵王国的城堡门外等候，但楚风却没有想到，他这一等竟是足足从天黑等到了天亮。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没有询问护卫仙玉石去了哪里，更是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此等候。而到了中午之时，终于有一位远古精灵的护卫走出，将楚风请入了仙玉石的居住的宫殿之中。楚风，真是不好意思，昨晚太累，处理完事情之后回来便睡着了，吃过早点，忙完事情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好像忘记了，想了好久才想起来，原来是将你忘记了。仙玉石笑眯眯地说道。他这番话完全就是在羞辱楚风，是在说楚风太不起眼，不起眼到他不仅忘记了，就算想要想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对于仙玉石这般羞辱，楚风却是只是淡淡一笑，并未太过放在心中，因为对于仙玉石的刁难，楚风早有心理准备。楚风，你一定饿了吧？来尝尝我为你准备的美食。仙玉石将桌上的一碗递给了楚风，楚风一看，顿时眉头微皱，那碗中装着的乃是黑色的粘状物体，并且还在不断的冒泡，那根本就不是食物，乃是毒物。远古精灵吃的东西还真是特别。看着那碗中的黑莲椒，楚风笑了笑，却并未接过。这可不是我远古精灵吃的，它叫做黑莲椒，是远古致命毒物所产的特殊物质。不过我听说这东西是可以吃的，可我又不敢试，所以想请你帮我尝尝，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又到底好不好吃？仙玉石笑着说道。可他却笑得很是阴险。你是想拿我做实验？楚风问道。你可以不吃，但也就别想拿到千叶雀尾花了。仙玉石说道。是不是我吃了你就会给我千叶雀尾花？楚风问道。你吃了有机会得到千叶雀尾花，但你不吃便绝对没有机会得到。仙玉石说道。楚风伸手接过那承载着黑莲椒的碗，嘴巴一张，脖子一扬，竟将那黏黏糊糊的东西一口吸入了口中。见楚风一饮而尽，仙玉石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如此危险的东西，楚风真的有胆量吃下。此刻他不由站起身来，仔细打量起楚风，想要看看楚风有什么反应。可经过一番观察，发现楚风毫无异样之后，他的眉头则是皱得更深了。可还好吃？仙玉石问道。不好说，玉石少爷若有兴趣，
可以自己尝一尝。楚风笑着说道：“不必了。”仙玉石淡淡一笑：“这个混蛋！”此刻，淡淡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仙玉石分明就是在有意刁难楚风。无妨，我倒是想要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手段来为难我。然而楚风却是不以为然。而就在此刻，忽然有2个小女孩快速的跑了进来，进门便喊玉石哥哥。而看到这2个小女孩，仙玉石也是一脸笑容，看样子他们与仙玉石关系很是不错。但楚风却一眼就看出来，仙玉石的笑容是假的，他是装出来的，说明他不是真心喜欢这2个小女孩。而仙玉石性格如此高傲自负，就算同族中人，他也应该是爱答不理的才对。可仙玉石却对2个小女孩如此热情，哪怕装也要装出来。楚风便意识到这2个小女孩的身份肯定有些特殊，否则仙玉石不会这样巴结2个小丫头。你们2个小家伙，是不是听说玉石哥哥回来了，便赶忙来看玉石哥哥了？仙玉石笑着说道：“我们是听说楚风来了，所以想要看看楚风。”2个小女孩一同说道：“什么？”听得此话，仙玉石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很是僵硬，并且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楚风。可以看出来，这2个小丫头的这句话让他感到非常不爽。你便是楚风吗？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据说你非常厉害，连武帝都不是你的对手。我也听说了，听说西门族长都被你杀了，可是他不是3品武帝吗？9品半帝真的能杀3品武帝？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此刻，2个小女孩围着楚风团团转，就像看到了偶像一般，2双单纯的大眼睛中散发的是满满的崇拜。而见到这一幕，仙玉石的脸色则更为难看，气得眼睛发红，袖口内的双拳握得很紧。传闻不可信，这楚风并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厉害。仙玉石说道：“那楚风和玉石哥哥比，谁更厉害？”2个小女孩问道。“自然是我。”仙玉石挺胸说道。听得此话，淡淡直接笑喷了，说道：“这个废物哪里来的自信？我们不信。”事实上，不仅淡淡觉得仙玉石自信心爆棚，就连2个小女孩也是连连摇头，表示不信。听得此话，仙玉石本就难看的脸色更是变得铁青，随后说道：“你们若不信，我可以与楚风切磋一番，让你们看一看我与楚风究竟谁强。”真的太好了！听得此话，2个小女孩高兴的又蹦又跳，不断的拍手。楚风，你也算名声在外，但对于你的实力，我一直有所怀疑，不如我们切磋一番可好？仙玉石笑着对楚风说道，但很快又暗中传音道：“楚风想要千叶雀尾花，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真是混账，这不就是要你假装输吗？楚风打死他，这种家伙不能忍。淡淡真的是被仙玉石的种种行为给气坏了，难怪他如此自信，原来是打算威逼利诱，让楚风假装输给他，实在是太无耻了一些。不过是假装输而已，又不是真的输，若是真的因此便能够得到千叶雀尾花的话，那实在是太值了。楚风说道：“可是你应该知道，就算你输了，这个家伙也不会给你千叶雀尾花。”淡淡说道：“他给不给我无所谓，只要灵月公主愿意给我便足矣。”楚风说道：“你的意思是？”淡淡目光一闪，似是想到了什么。仙玉石不过是一枚棋子，他怎么想我不在乎，但我在乎的是灵月公主怎么想。灵月公主既然让我进来，可却不亲自招待我，反而是让反感我的仙玉石招待我，分明就是故意安排的。假若种种刁难皆是考验，那我便一定要承受住这个考验。我答应过若尘，一定要拿到千叶雀尾花回去。楚风说道。此话说的心意已决，看来他已经下定决心。这种情况，淡淡也是不好多说什么。他知道楚风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没人可以改变。楚风，你到底敢不敢与我一战？仙玉石再度催促道。请。此刻，楚风微微一笑，果断应战。而楚风话音刚落，仙玉石便舞动双手向楚风攻来，足以看出他的迫不及待。9品半帝的修为，逆战3品的战力，出神入化的武技，仙玉石此等手段，也绝对是5之圣土中的顶尖天才。可是对于楚风来说，他此刻的进攻简直就是漏洞百出，楚风轻而易举便可破解，但为了要得到千叶雀尾花，楚风却不能破解，不仅不能破解，并且还要中招。楚风先是装模作样的躲了几下，然后开始表现的险象环生，最后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将结界之力隐于自己的左胸之上，随后用左胸去挡仙玉石的一掌，一掌击中，顿时轰鸣四起。楚风也是如离弦之箭一般，直接被轰出了宫殿之外，落入了浩瀚的花园之中。楚风看似狼狈，可实际上却是毫发无损，一切的一切只是做戏罢了。然而此刻，仙玉石却是脸庞扭曲，赶忙看向了自己那打中楚风的手掌，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掌表面看似毫发无损，可实际上自己的手骨已然全部被震成了粉碎，碎骨之痛让他疼得脸庞扭曲。而这一切皆是因为楚风，是他拍了楚风一掌，才将自己的手骨给震碎了。该死的，竟然因我！仙玉石勃然大怒，在他看来是楚风暗中动了手脚，而实际上楚风只是简单的做了防御措施，根本无心伤他。而仙玉石之所以受伤，乃是自己体质太弱导致。玉石哥哥，你好厉害，竟然把楚风打飞了。玉石哥哥，那你岂不是也能斩杀3品武帝？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厉害。以前一直觉得这么多哥哥里面只有玉音哥哥最厉害，现在才知道原来玉石哥哥与玉音哥哥一样厉害。然而仙玉石刚要对楚风发作，那2个小女孩便又蹦又跳的将其围了起来，且还一脸崇拜的看着他。小女孩的一番话使得本非常愤怒的仙玉石顿时喜笑颜开，尤其是哪一句他与玉音一样厉害，更是让他美得不得了。仙玉音是他的亲哥哥，是仙玉石从小便想追逐的目标，只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一直未能赶上仙玉音。而现在2个小女孩的一番话让他感觉自己得到了认可，使他找回了自信，所以才会如此高兴。这是自然，我远古精灵的实力岂是人类可比的？同等修为之上，没有人类可以战胜我远古精灵。高兴之余，仙玉石也是得意的说道。听得仙玉石这样说，楚风一个没忍住就笑了出来，
他真是没有想到，远古精灵内竟也有如此不要脸的败类。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天下万物生灵无数，各方生灵被分为多个种族，但是败类却不分种族，他们具备一样的特征，那便是卑鄙无耻。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就在此刻，一道女子的声音忽然响起，紧随其后足足几十道身影走了进来。这些大部分都是远古精灵的小辈，而为首的正是灵月公主。灵月姐姐，两个小女孩见到灵月公主，显得很是兴奋，纷纷跑向了灵月公主。楚风看见灵月公主，还不快快施礼？而此刻，仙玉石再是对楚风怒声训斥：“楚风，拜见灵月公主。”楚风说话间便要施礼，他之所以施礼，并非是因为仙玉石的训斥，而是他有预感，灵月公主的出现会让他身处的局势发生逆转。从一开始，楚风就没有将仙玉石放在眼中，他一直觉得灵月公主才是幕后黑手。尽管仙玉石是真心不喜欢楚风，但楚风却觉得一切都只是灵月公主对他的考验。所以，当看到灵月公主出现的那一刻，楚风便像是看到了希望，心情大好。就算施以一礼，又能算什么？楚风不必居礼。然而，还不待楚风施礼，灵月公主便上前，亲手将欲要施礼的楚风给搀扶住了。然而，这简单的一幕却让在场的远古精灵大为吃惊，尤其是仙玉石，那不仅是目瞪口呆，眼中更是散发出了浓浓的嫉妒。灵月公主，别看已有2000岁，但却是远古精灵之中无数人的梦中情人。别看灵月公主平时待人随和，可却很少与人发生这样的身体接触。而现在，无数远古精灵只能在心里想想，连讲都不敢讲出来的奢望，竟然被楚风一个人类得到了。这叫他们怎能不惊讶？怎么能不羡慕？怎么能不嫉妒？尤其是仙玉石，嫉妒的恨不得把楚风大卸8块。楚风，你们在做什么？灵月公主笑眯眯地问道，态度很是和善，甚至与对其他人相比，灵月公主对楚风显得格外温柔。灵月姐姐，楚风在与玉石哥哥切磋，玉石哥哥打败了楚风窝。还不待楚风回答，两个小女孩便很是兴奋地说道：“你们两个小家伙在胡说什么？虽说你玉石哥哥实力不错，可怎么可能打得过楚风？楚风可是能够斩杀西门族长的人，当今小辈之中能与他抗衡的可是少之又少。莫说你们的玉石哥哥，就算是你们的玉音哥哥，也未必是楚风的对手。”灵月公主说道：“灵月姐姐，我们说的是真的，我们可是亲眼看到的，不信你问玉石哥哥。”两个小女孩一脸认真地说道：“玉石，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灵月公主看向仙玉石，与此同时，其他远古精灵也是一脸的不信。虽然对于楚风的传闻，他们也保持怀疑的态度，并没有完全相信，但毕竟仙玉石还只是半地巅峰，就算在远古精灵中，他是出类拔萃的天才，可却不是最顶尖的。然而楚风却是如今5至圣土最声名鹊起，被誉为最强的小辈。所以说，仙玉石能够胜过楚风，他们更是不信。此刻，仙玉石颇为得意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这才说道：“灵月姐姐，的确是真的，我刚刚与楚风切磋，楚风败在了我的手中。不信你们可以问仙玉石，是想要让楚风承认他败给了自己。耳听未虚，眼见为实，不如你们两个再切磋一番，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灵月公主说道：“公主大人的这个建议好。”其他远古精灵也是纷纷附和：“我自然是没问题，只是不知道楚风是否还愿意，毕竟他刚刚已经被我打了一掌，我怕打成受不住我的第2掌。”仙玉石一脸无所谓地说道。但与此同时，仙玉石却在暗中传音于楚风，叫楚风以惧怕为由，不得再与其进行切磋。这一刻，楚风笑了。之前楚风他听仙玉石的，故意装输，一方面是因为将仙玉石的刁难看作一种考验，另一方面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人在屋檐下，他实在是不得不低头。尽管楚风的势力已经能在很多地方横着走，可是在精灵王国这庞然大物之内，他也的确不敢太过放肆。之前与4大地族为敌，楚风也可以说是吃尽苦头，若是再与精灵王国为敌，怕是没人能就得了楚风了。而以精灵王国的实力，楚风的所有亲人怕是也都要倒霉，莫说旁人，就怕是南宫龙剑也远不是精灵王国的对手。但现在灵月公主来了，楚风又岂会再听这个败类的话？于是笑着说道：“楚风愿意与玉石少爷认真切磋一番。”认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刚刚你根本就没认真吗？听得此话，仙玉石顿时很是不爽。至于楚风，则是没有回答他这愚蠢的问题，而是淡淡的笑了笑。而此刻，灵月公主也是笑了，说道：“玉石弟弟，看来楚风根本就没有将你放在眼中啊，真是狂妄！来，这次非要你好看不可！”仙玉石愤怒地撸起了自己的袖子，但与此同时，却仍在暗中威胁楚风，叫楚风继续败给自己。这些话楚风是听入了耳中，可却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这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楚风可不会再败给这个废物。看来玉石弟弟很是自信呢，但若只是切磋，也没有太大意义。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们加入一点惩罚，你们输的就喝一碗黑莲椒，可好？灵月公主笑眯眯地说道：“这个惩罚好，都说黑莲椒可以吃，却没人敢吃，我也想看一看，究竟若是有人吃了，究竟会不会有事？”此刻，其他远古精灵纷纷拍手叫好，而仙玉石则是脸色发青，他就算再蠢，也能够听出灵月公主的话中之意。此刻他也是意识到了不妙，只是他不理解，不是灵月公主暗示他刁难楚风，给楚风好看的吗？怎么现在却处处帮着楚风说话？至于楚风，就更是暗自窃喜了。灵月公主不用别的做惩罚，偏偏用仙玉石刁难自己的黑莲椒，显然就是知道先前仙玉石是如何刁难自己的，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刻，楚风几乎能够确定灵月公主对自己并无恶意，并且还是向着自己的。虽然他也不知道灵月公主为何站在他这边，但总之这是好事一件。我没异议，不知玉石少爷是否愿意？楚风笑着说道：“你都不怕，
难道我会怕？真是笑话。仙玉石硬着头皮说道，可是暗中仍在继续威胁楚风。听着那不断映入耳帘的威胁之音，楚风知道仙玉石此刻害怕极了，他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那会让他颜面无存，在自己族人面前丢尽脸面。可是楚风就是要让他颜面无存，这是他对楚风种种刁难的惩罚。楚风，放开了去做，凡事由我为你做主。然而就在此刻，又有一道传音映入楚风耳中。听了这个传音之后，楚风忽然有些同情仙玉石了，因为这道传音不是仙玉石的，而是灵月公主的。灵月公主竟然放纵楚风，教训仙玉石，拳脚无眼，若是伤到玉石少爷，还望不要怪罪才是。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楚风，我远古精灵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你若不信，大可以试试。仙玉石恶狠狠地说道，他种种传音，楚风皆不回应，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进行挑衅。他已经知道楚风是不打算继续让着他了，但是他却不能输，所以他这句话也是满满的威胁之意，暗示楚风最好不要胡来，否则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然而对于仙玉石的威胁，楚风却是笑容不改，不以为然。忽然楚风动了，速度之快如光一般，只是瞬息，楚风便来到了仙玉石的近前。快！楚风的速度实在太快，快到简直令人啧舌的地步，在场大多数是小辈，根本看不清楚风的速度，唯有灵月公主能够看到。然而当她看到楚风那惊人的速度之后，顿时小脸微变，深邃的眼眸变得凝重起来，心中暗道，逆战4品的战力，传闻是真的，楚风的战力竟真的能与我的小妹相媲美。然而就在灵月公主惊讶的功夫，楚风的2只手已是化作数千只手，如暴雨一般不断的拍打在仙玉石的身上。而面对楚风这样凶猛的攻击，仙玉石竟然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不断的挨打。而当楚风停手之际，仙玉石也是倒飞而出，狠狠地撞在了殿柱之上，落地之上已是鼻青脸肿，鼻口窜血。至于那些围观者，一个个的更是目瞪口呆，他们早就料到仙玉石不是楚风对手，但却没有想到他败得如此快，只是一瞬间就被打成了这个模样。但不管怎么说，楚风的修为可都与仙玉石一样，都是半地巅峰啊！4品战力，楚风竟真的拥有4品战力。想到这里，那些远古精灵的小辈们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起初他们对楚风也是有些偏见的，但现在那种偏见不仅没了，取代而代之的反而是刮目相看。仙喵喵，他远古精灵的传奇人物，之所以如此特殊，正是具备逆战4品的战力。而现在出现了一个与仙喵喵一样的存在，这叫他们怎么能不重视？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玉石少爷的身子竟如此之弱，出手有点重了，还望见谅。楚风一脸无辜地说着，可勾句都是挖苦与讽刺。楚风，我他妈要弄死你！当众被打成这个样子，仙玉石当真是气疯了。他取出一把半成地兵，杀气腾腾的便向楚风攻了过来。他不是装腔作势，他是真的想要杀掉楚风。然而他还未靠近楚风，一股力量便将其拦了下来，使其在半空之中被弹了回去。是灵月公主出手拦下了他，败了就是败了，输了实力不要紧，莫要再输了品德，让人家笑话我远古精灵输不起。灵月公主说道。灵月公主开口，仙玉石就算再委屈再愤怒，却也只能忍着。他不仅强忍下了自己的愤怒，还要一脸恭敬对灵月公主说道，是我不对，多谢灵月姐姐提醒，无妨，不怕犯错，只要知错能改就好。灵月公主微微一笑，随后说道，来人，去取一碗黑莲胶给玉石少爷服下。听得此话，莫说仙玉石，就连其他的远古精灵也都是一愣，他们没有想到灵月公主竟是认真的。不用了，黑莲胶我这里刚好就有一碗。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开口，什么？听得此话，众人又是一愣，黑莲胶乃是精灵王国特产，楚风怎么会有？事实上莫说旁人，就连仙玉石也是一脸的愕然，他并不相信楚风那里会有黑莲胶。然而就在众人那不解的目光下，楚风忽然探手一抓，将那宫殿内本来承载着黑莲胶的碗抓在了手中，随后嘴巴一张，只听偶的一声，一大团黑色物体便落入了碗中。这一刻，在场之人皆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什么情况？楚风竟然从口中吐出了一碗黑莲胶。此刻莫说仙玉石的反应，就连灵月公主都是被惊呆了。相比于其他人，她倒是知道楚风为什么能吐出黑莲胶，只是她没有想到楚风不仅吃了下去，竟然还吐了出来。楚风，你这灵月公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诸位不要误会，这碗黑莲胶的确如大家所看到，是从我口中吐出来的。相信此刻大家一定觉得这碗黑莲胶很脏，是不能再度食用的了。但大家误会就误会在这里了，虽然这碗黑莲胶的确是从我口中吐出来的，可它其实并不脏。为什么不脏？因为它虽然经过了我的口，经过了我的食道，经过了我的胃，但它却并没有被消化。为什么？因为我用结界封锁了它，这就像是我将它储存在了我的胃中，可实际上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所以它是干净的，如我口中之前一样干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亲眼看到它是从我口中吐出来的，就觉得这是我吃过的东西。严格来说，我没有吃过它，只是储藏了它而已。楚风笑眯眯地对众人解释道，那个样子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贱！你放屁！居然想拿你吐出来的东西让我吃，这是休想！仙玉石被楚风气得又蹦又跳，简直快要抓狂了。楚风居然让他吃吐出来的东西，侮辱！这乃是天大的侮辱！我有个问题，楚风怎么会吃黑莲胶？灵月公主问道。而这绝对是明知故问。听得这一问，楚风便心中一喜，他此刻已经明白了灵月公主的意思，是玉石少爷逼着我吃的。不过我感觉这东西并不好吃，但又不好拒绝他，所以只能用结界将它封锁，暂时储存在我肚子中。本来想日后再吐出来的，不过
既然玉石少爷如今要吃，而我这里又有，所以干脆就拿了出来。楚风说道：逼你？他为什么要逼你？而就算是他逼的你，你为什么要受他所迫？你的修为明明在他之上，我想不通，你有什么可怕他的？此刻，一位面容年轻却并非小辈的女子问道。这名女子年龄与灵月公主相仿，已有2000岁的寿龄，不过她的修为却远不如灵月公主，但却也不弱，乃是一位2品5帝。这件事灵月公主清楚，我此次来精灵王国是想求得一颗千叶雀尾花，而玉石少爷说了，只要我吃了黑莲椒，就将千叶雀尾花给我。只是我没有想到玉石少爷竟然言而无信，我已经将黑莲椒给吃了，可千叶雀尾花他却并没有给我。话到此处，楚风已是一脸的失望与难过，就像是被深深的欺骗了一样。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楚风的可怜样子所动容了，再度看向了仙玉石之时，眼中多少都涌现出了一抹厌恶，都觉得仙玉石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可耻。楚风，你少胡说八道，我只是说你有机会得到，可没说一定给你。见状，仙玉石则是赶忙解释，放肆！这么说来，你真的拿千叶雀尾花的事情来逼楚风吃黑莲椒？此刻，灵月公主勃然大怒，因为仙玉石的解释已经间接的承认了楚风所说乃是事实。灵月姐姐，我没有，你听我解释。这一刻，仙玉石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你不用解释了，我让你接待楚风，可你却这般对他，真是让我失望。灵月公主说话间，将楚风手中的碗夺了过来，递给了仙玉石道：吃了它，这是对你的惩罚。灵月姐姐，这可是楚风吐出来的呀，我怎么能吃他吐出来的东西？仙玉石连连摇头，今日他若是吃了这碗黑莲椒，日后传出去，他还怎么见人？玉石少爷，你就放心吃吧，这碗黑莲椒与你让我吃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少放屁，你明明已经吃过了，怎么可能一模一样？仙玉石气得大吼起来，若不是因为楚风挑拨众人的情绪，他的灵月姐姐也不可能这样对他。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灵月公主柳眉倒竖，一双美眸之中温柔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愤怒。看到那愤怒的目光，仙玉石顿时身体一颤，脸色吓得苍白。这几年他一直跟随灵月公主修炼，对灵月公主的了解比其他人要多。别看灵月公主平时待人和善，可她若是发起狠来，可是非常可怕的。吃，我吃。此刻，仙玉石接过了那碗，看着那碗中的黑莲椒，龇牙咧嘴，脸庞一阵扭曲，简直都快要吐了。此刻，他忽然将目光投向了楚风，那凶神恶煞的样子，简直就像是要杀掉楚风一样。而楚风也相信，若是可以，仙玉石也的确会杀了楚风。只不过楚风觉得他未必有那个机会，所以楚风也不怕他，而是抬了抬手说道：玉石少爷，不用客气，吃吧。见楚风如此，仙玉石当真都快要气死了。他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会被一个人类逼到这步田地，可是他最终还是咬了咬牙，忽然间闭上眼睛，张开大嘴，直接将一碗的黑莲椒倒入了口中。他竟真的将楚风吐出来的黑莲椒给吞入了口中。然而这黑莲椒非常的粘稠，入口之后他却咽不下去，不断的用嘴进行咀嚼，黏黏糊糊的，弄了一嘴。见到这一幕，许多人都不想再看，并非这黑莲椒本身如何，实在是这黑莲椒是楚风口中吐出，如今仙玉石又这样吞噬，人们总是感觉有些恶心，真恶心。莫说旁人，就连女王大人也是看不下去了。怎么恶心了？那黑莲椒我又没吃，只是放在我的胃中存放了一会罢了，这就像是放在乾坤袋内储存的一样，怎么就恶心了？楚风辩解道：不是究竟那黑莲椒本身恶不恶心，而是看着让人觉得很恶心，毕竟那从你口中吐出来的，此乃事实，你也是无从抵赖。如果别人吐出来的东西说是干净的，让你吃，你吃吗？淡淡问道。自然不吃。楚风笑着说道。那不就对了，以你的手段，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将那黑莲椒从你腹中弄出来，可你非要当着大家的面吐出来，而且还故意呕了一声。你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要恶心那仙玉石的，所以你就别装无辜，在这跟我装算了。女王大人早就看破了楚风的心机，还是女王大人了解我。没错，我就是要恶心这仙玉石，这就是刁难我楚风的代价。楚风笑着说道。那是当然，什么能瞒得过本女王？淡淡傲娇的扬了扬小下巴，随后说道：虽然很恶心，但我不得不承认你干得漂亮。就在此刻，仙玉石忽然呕了一声，似是想要将口中的黑莲椒吐出来。不许吐，咽下去，如果吐出来，你就必须再给我吃掉。灵月公主怒声喝道。这种情况之下，仙玉石只得赶忙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避免口中的黑莲椒被他吐出来。因为楚风吐出来的黑莲椒是干净的，可是他若再吐出来，那可真的就是脏的了，让他再吃掉，他怎么受得了？然而一番挣扎之后，仙玉石还是一个没忍住，将黑莲椒给吐了出来，恶心死了。此刻在场人们撇牙咧嘴，掩口捂鼻，都被仙玉石恶心到了。而灵月公主也是柳眉倒竖，在怒怒容，因为仙玉石违背了她的吩咐。灵月姐姐，这黑莲椒真的很难吃，你放过我吧，那种味道实在是太恶心了。仙玉石一脸哀求的说道。味道？什么味道？我们怎么没有闻到？灵月公主觉得仙玉石在欺骗她，因为她明明什么味道都没有闻到。真的有？闻不到，入口之后才能感觉到。仙玉石说道。玉石少爷，不是我说，你吃不下去也不用找这种借口吧。我儿时贪玩，就曾尝试着吃过一点点黑莲椒，虽然也未能服下，但却只是因为黑莲椒太过粘稠，可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味。先前问楚风的那名女子说道。的确，我也曾食过，这黑莲椒虽然粘稠，可的确没有异味。与此同时，又有好几个人说道。仙玉石，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此刻灵月公主更是大怒。真的，我不骗你们，可能你们吃的少所以没有味道，但这个真的有，不信你尝尝这个。
仙玉石指着地上的自己刚刚吐出的黑莲椒说道：“仙玉石，你竟然想让我吃你吐出来的东西，你这是对我的侮辱！”灵月公主当真是怒了，大喝一声：“男人啊，把仙玉石给我送到灵兽房，清理灵兽粪便30天，不得用任何手段，只得用手清理。”是。灵月公主话音刚落，一道苍老的身影便自虚空浮现，落在了仙玉石的身旁。见到这位，楚风顿时眼前一亮，这位不就是昨日站在战船前端的老者吗？吴平武帝。原来这位老者竟是一位吴平武帝，与张天翼的父亲张明以及如今的段极道是同一级别的强者。如此强大的实力，难怪他如此高傲。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强者，竟如跟班一般听从灵月公主差遣。灵月姐姐，我知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此刻仙玉石仍在不停地哀求着，可是那位老者却根本不理会他，抓住他便跃上了高空，眨眼间已是消失不见，只留下了仙玉石那还未消散的哀求声。只可惜他的哀求却没有人为之动容。此刻倒是楚风在心中一阵冷笑，寻常的黑莲椒的确没有异味，但是先前仙玉石鹤确实有，至于为何有，那自然与楚风有关。是楚风动了手脚，仙玉石真的是被他哥哥惯坏了，居然要灵月公主。你爱在仙玉石被带走后，不明真相的人们开始上前说话，虽然表面上看他们说的乃是事实，但楚风却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添油加醋。由此可以看出，仙玉石的人缘似乎不怎么样，我已经给予了他应当的惩罚，此事不必再提。灵月公主摆了摆手，此刻脸上的怒容已然不在。这个灵月公主不简单啊！此刻楚风心中一动，先前灵月公主明明被气得脸色涨红，目露凶光，当真是有些吓人，但是眨眼之间面色红润，平静如初，就像是没事人一样。这说明他先前的愤怒不过是装的。楚风，你想要千叶雀尾花是吗？灵月公主对楚风问道。是。楚风点头。需要多少？灵月公主问道。1颗足矣。楚风说道。好，你跟我来。灵月公主说话间御空而行，楚风也是赶忙跟上。随后灵月公主将楚风带到了那仙喵喵的那座宫殿。看到这座与众不同的宫殿，就连楚风也是目光一闪，颇感惊讶。楚风，你想要千叶雀尾花，不是我决定给不给的，而是这里面的人决定给不给。灵月公主对楚风灿烂一笑，随后便转身离去。楚风明白了灵月公主的意思，于是便来到宫殿前，轻轻叩门道：“在下楚风，有事相求，进来吧。”一道妖娆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这个声音实在太诱惑了，听得楚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让楚风意识到了一些不妙，但为利奥得到千叶雀尾花，楚风仍然是主动推开了殿门，踏入殿中。然而楚风刚刚进入宫殿，那殿门便自动关闭。当殿门关闭的那一刻，一股异香自鼻而入，种种现象皆是不太对劲，但楚风仍是将目光投向大殿深处，因为那里有一道水晶帘。水晶帘虽然可以阻挡视线，但楚风却知道那里有人。在下楚风，为求千叶雀尾花来。楚风抱拳说道。就在此刻，那水晶帘忽然打开，而当那水晶帘打开的一刻，楚风顿时眼前一亮，浮现在楚风面前的乃是一位远古精灵。这是一位女子，美极美，是与灵月公主一个级别的美女，高挑的身材，性感的脸庞，极具诱惑力，尤其是那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眸，尖尖的耳朵，以及独特的气质，与人类全然不同，使得她更是让人怦然心动。最重要的是，这位美丽的远古精灵竟然赤着身子，什么都没穿，将那性感的曲线、白皙的肌肤全部暴露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如此尤物近在眼前，就连楚风也是不由得心跳加快，感觉血脉喷张。这也就是楚风定力好，若是换做其他男子，怕是当场就要鼻血喷涌，因此失控。这是什么情况？此刻哪怕蛋蛋也是忍不住惊呼一声：“你不怕我？”那远古精灵见楚风的目光毫不闪躲，反而是极为认真的在自己身上打量，他也是露出了意外的神情。他没有想到楚风会如此大胆，这有什么可怕的？楚风嘴角勾起，邪邪的一笑，随后便趾高气昂，一步一步的向那远古精灵走去。而眼见着楚风走来，那明显是要诱惑楚风的远古精灵反而有些退缩了，眼眸闪烁之间便转过身子，似乎想要逃跑。然而楚风却没有给他逃脱的机会。忽然楚风身子一跃，便来到了那远古精灵近前，一把抓在了那远古精灵的香肩之上。此刻那远古精灵娇躯一颤，一双蓝色眼眸认真的盯着楚风，再度问道：“你真的不怕我？”“怕？我为什么要怕？”一做阵法，楚风再度一笑，随后那抓住美女香肩的手掌微微一颤，一股结界之力便如无形的利刃一般刺入了那美女的体内。这一刻，那美女的脸色先是一僵，随后身体竟然开始变得模糊，下一刻变化做数道光芒，肉身竟然消散了。而当那光芒消散之际，美女已然彻底消失不见，但是在楚风的手中却出现了一个玩偶，那玩偶刻画得很精致，模样与先前的美女一模一样，同样没有穿戴衣物。原来那赤着身子的美女根本就不是真人，不过是一个阵法所画的玩偶罢了。真没劲，居然被一眼就看破了。这一刻，仙喵喵撅着小嘴跳了出来，小脸之上尽是郁闷。看到仙喵喵，楚风则是心中一动，这仙喵喵虽然还只是少女，可比那玩偶所画的女子还要美丽。远古精灵个个容貌出众，男子似女子，女子更是美若天仙。但这仙喵喵绝对是楚风目前为止所见过最美的远古精灵。那白皙的肌肤白里透红，似是由玉打造而成，那标准的小瓜子脸配上那樱桃小口以及挺翘的小鼻子，当真是美极了。并且此女今日穿的裙子也很漂亮，白色的小礼服镶着粉红色的小花边，既清新又大方，既高贵又俏皮。尤其那礼服的小短裙之下，一双笔直的美腿更是令人心动不已。这一刻，楚风隐隐间有了一种
初次见到女王大人之时的惊艳之感，但两者又有不同。女王大人虽是可爱的鹅蛋脸，可却性感妩媚，又不失清纯俏皮，那精致的五官凑在一起，简直堪称完美。绝对没有一个男人看到女王大人而不会心动的，因为女王大人的身上有着所有男人喜欢的东西，是天生的尤物，完美无瑕，如梦如幻。但是眼前的少女虽然是个标准的小瓜子脸，并且身材也很不错，可却没有一丝性感可言，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冷艳之气。她整个人的感觉乃是4个字：清纯干净。尤其是那一双蓝色的美眸，更是灵气十足，不染一丝尘埃。如果说女王大人是迷惑众生的容貌，让世间男子皆是垂涎其美貌，那么眼前的少女则更像是一颗完美的珍珠，让人想要捧在手心细细欣赏。所以这仙喵喵还真是美得很有特色，哪怕楚风这种见过无数美女的男子，看到仙喵喵的第一眼也是不由得心跳加快，走了走神。但最令楚风惊讶的是，这仙喵喵的修为竟然是3品5帝，可是她的年龄大概只有15、16岁而已，这个年纪这个修为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些。好厉害的丫头，莫非她就是远古精灵中的那位超级天才？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被仙喵喵所深深的吸引。请问您是？楚风抱拳问道。怎么，你不认识我啦？见楚风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仙喵喵本郁闷的小脸之上才扬一起甜甜的弧度。我们认识。楚风眉头一皱，再度仔细打量，发现这个仙喵喵明明是第一次看见，之前应该并不相识才对。但说来也奇怪，楚风竟莫名的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很熟悉，但总感觉似是见过，只是他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此刻仙喵喵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随后猛然回头，学着男子的强调喊道：小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说完这句话后，仙喵喵又猛然一跳，跳出数米之外，回过头来，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了既甜美又有着些许调皮的笑容道：我不告诉你，原来是你。这一刻楚风目光一闪，恍然大悟，他想起来了，当初他刚刚来到五之圣土，在远古仙池内碰到了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因为抢了别人东西而被人追赶，是楚风出手相助替她解围。在那小女孩临走的时候，楚风曾问过她的名字，只是她没有告诉楚风。而当日的对话正是刚刚这个小丫头所模仿的对话。这一刻楚风也是笑了，他现在几乎已经确定，眼前这个容貌与天赋都优秀到极致的小丫头，应该就是远古精灵中那大名鼎鼎的小公主。只是楚风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小公主竟然就是当日在远古精灵地盘被一群人类追着跑的小丫头。楚风不由得去想，若是让当日那些追问小公主的家伙们知道他们追赶刁难的小丫头竟是远古精灵的无比高贵的小公主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估计就算不被吓昏过去，也会当场就吓尿了吧。哈哈，总算记起来了，看来你的记性还不差嘛。仙喵喵背着小手走到楚风近前，满意的点了点头。当然记得，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但我对你可是印象深刻。当初你是人类模样，看来是易容了。楚风说道。我的易容术厉害吧？连你这位一眼就能看破我这诱惑美人偶的界灵师，居然也没看破我的易容术。仙喵喵一把将楚风手中的玩偶抢了过去，不过却忽然有些不高兴的说道：这个考验失败了，你是看穿了我这个玩偶，但却不能证明你不好色，更不能证明你对我远古精灵的美女们没有非分之想。你这丫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好色之徒吗？楚风无奈的说道。而此刻仙喵喵则是忽然看向楚风，一双蓝色的眼眸目不转睛的盯着楚风仔细观看起来，随后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道：像。眼下连楚风也是被这个仙喵喵逗笑了。虽然知道眼前这个小丫头是远古精灵身份最尊贵的小公主，可是楚风在她面前却毫无违和感，反而有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小公主，现在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楚风问道。他其实很想感谢这个小公主，因为楚风之前一直不知道林月公主为何要帮他，但是当看到这个小公主后，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皆因这个小丫头怎么都喜欢问名字呢？名字就那么重要吗？仙喵喵似乎仍不想告诉楚风，当然重要，因为这会让你记住一个人，如若不然，你当初离开的时候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楚风说道。对，那好吧，我就告诉你，那你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能忘，否则我可不会放过你。仙喵喵摆弄着小拳头，故作凶狠的说道，但实则可爱至极，我发誓死都不会忘记。楚风举手说道，这还差不多。仙喵喵嫣然一笑，笑得极甜，这才一字一句的说道，记好了，本公主叫做仙喵喵。仙喵喵听的这个名字，楚风先是愣在了那里，随后一脸狐疑的看着仙喵喵，问道，你不会是又骗我吧？骗你做什么？我没有骗你啊。不对，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你鄙视我的名字？仙喵喵气得小脸鼓鼓的，哈哈，没有，怎么敢？只是仙喵喵这个名字还真是不错不错。楚风连连摆手，不过他真是觉得仙喵喵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一些，这么不正式，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远古精灵堂堂小公主的名字。但楚风却也相信仙喵喵这一次并未骗他，看来你们两个相处的不错嘛。就在这时，林月公主推门而入，与此同时，她的身后还跟着那位5品5帝的老者。姐姐，月伯，你们来了，快来快来，我早就备好了大餐，就等你们了。见到林月公主二人，仙喵喵兴奋地拍手叫好，向大殿深处跑去。你这个小吃货！林月公主笑着的摇了摇头，随后看向楚风道：楚风公子，请吧。喵喵这丫头难得请我吃饭，而我能有如此待遇，倒还是托了你的福呢。公主陛下太客气了，叫我楚风就可。楚风说道。就算客气，也是楚风公子先客气的。林月公主笑道。这一刻楚风笑了，并未多说，
而是先大殿深处走去。之后，楚风在此处吃了一顿大餐，非常的丰盛。而用过餐之后，便在那位月伯的送到了一个单独的宫殿去休息。此刻，这座树中宫殿内便只剩下了灵月公主与仙喵喵姐妹2个。怎么样，通过你的考验了？灵月公主问道。勉强通过吧。仙喵喵漫不经心地说道。那你准备送她几颗千叶雀尾花？灵月公主问道。勉强通过而已，当然不能送太多，随随便便送她100颗就可以了。仙喵喵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就连向来淡定的灵月公主也是脸色大变。喵喵，你在说什么胡话？千叶雀尾花在我精灵王国内总共也不过几千颗，当初罗盘仙人与雪发仙人来求，皆是只送了他们1颗而已。哪怕练兵仙人与阴阳仙人来求，也只是每人送了5颗。就算当年父王为了感谢无量仙人帮我远古精灵开启遗迹，亲自为其准备的大礼之中，千叶雀尾花也只是10颗而已。这楚风虽然天赋异禀，可是身份地位远不如那几位，你送他5颗已是足矣，居然要送他100颗，这长老们知道也不会同意的。灵月公主很是惊讶地说道。姐姐，千叶雀尾花的确不多，不过不还有几千颗吗？再说了，楚风是要拿去救人的，多送他几颗又能怎样？当初他可是帮过我的，若不是他帮我，你妹妹我可就要被人打了。仙喵喵撅嘴说道。少胡扯，当初你的修为虽然远不如现在，但也不是那群人能够动得了的，更何况还有秦伯跟着你。莫说区区青木领域，整个5之圣土有几个动得了你？灵月公主说道。可是姐姐，若是我修为很弱，像寻常小女孩一样，若是秦伯没有暗中跟着我呢？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楚风他不帮我，你说我会怎么样？仙喵喵一脸认真地问道。这算了，100颗就100颗吧，就知道你对这楚风不一般，难怪一直念叨着。至于父王和长老那边，我去帮你说。灵月公主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她清楚，不管仙喵喵当时有没有自保能力，但在楚风来看，她是没有的。所以楚风的确是帮了仙喵喵，他很在乎自己的妹妹。既然自己的妹妹想用这100颗千叶雀尾花来报答楚风的恩情，他也只能无条件的答应。就知道姐姐最好了。仙喵喵高兴的抱住了灵月公主的胳膊。对了，喵喵，嗜血铠甲做好了？灵月公主说道。真的？做了几件？仙喵喵问道。2件。灵月公主说道。都说过做1件就可以了，做那么多干嘛？仙喵喵不满地撇了撇嘴。当然是要人保护你。灵月公主说道。保护我？就那个仙玉音，虽然他征服了地兵，修为大涨，如今与我一样皆是3品5帝，可是姐姐你应该清楚，那仙玉音不是我的对手，他又怎么保护我？我不保护他就不错了，而且你知道的，我非常讨厌他。仙喵喵气鼓鼓地说道。姐姐也不喜欢他，可这件事是父亲和长老们决定的，毕竟是血铠甲，只有小贝可以穿戴，而我远古精灵的小贝可以陪你同往是血杀阵的，就只有仙玉音了。灵月公主说道。小贝，听得这2个字，仙喵喵顿时面色转喜，说道。姐姐，我有一个比仙玉音更合适的人选了，你该不会是说楚风吧？灵月公主眉头微皱道。仙喵喵笑嘻嘻的连连点头。你这丫头，楚风他不是我远古精灵，他怎么能？姐姐你就帮帮我吧，如果非要仙玉音陪我，那我宁愿不去了。仙喵喵负气转过了身。喵喵，你别耍性子，你应该知道远古仙华对你来说有多重要，而那是血杀阵之内定有远古仙华。灵月公主劝道。那姐姐你就帮我说说情，让楚风陪我去吧。仙喵喵忽然转过身来，抓住灵月公主的衣角，楚楚可怜地说道。看着这样的妹妹，灵月公主也实在没有办法，她知道仙喵喵的脾气，若是她不帮忙的话，也许仙喵喵真的就不去了，于是只好无奈地说道。真是拿你没有办法，我尽量试试吧。哈哈，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仙喵喵再度抱紧了灵月公主的胳膊，摇啊摇的，那叫一个高兴。灵兽是一种远古时期的特殊生物，不过它们并不凶残，只是速度奇快，长得4抱，通常长达5米，在很久以前便被远古精灵征服，远古精灵用特殊手段抹杀了他们的智慧，还为他们取名为灵兽，如今是精灵王国内特有的交通工具。灵兽殿房内，仙玉石满身臭味的待在这里，但在他的身旁还站着一名男子，这个人同是小贝，却有着3品5帝的修为。仙玉音本是1品5帝，在攻霸平原小贝最强赛后突破到2品5帝，因此得到地兵作为奖赏，而他运用精灵王国内的远古阵法，成功征服地兵，修为再度增长，才有了今日的3品5帝修为。在仙喵喵崛起之前，他一直是精灵王国的最强小贝，是仙玉石的亲哥哥。大哥，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会遭受这等羞辱，都是因为那个楚风。仙玉石将自己今日的遭遇告诉了仙玉音。弟弟，你放心吧，那个楚风我一定不会放过他，只是现在我还不能与灵月公主翻脸，因为你哥哥我得到了一个重任，将与喵喵公主一同去嗜血杀阵，寻找远古仙华。仙玉音说道。哥哥，这是真的？听得此话，仙玉石也是大喜，似是忘记了今日的委屈一般。当然是真的，你也知道，因为当初最强小贝的头衔，我与喵喵公主闹过不愉快，她一直对我有偏见，可是如今喵喵公主却是我远古精灵默认的国王继承者，所以我必须与她改善关系，而此次与她一同去嗜血杀阵，将是我亲近她的大好机会。我不仅要与她改善关系，我还要借此机会与她的关系更进一步，我要做她的夫婿。只要日后我成为了她的男人，那么就算她是国王，可真正的大权也将落在我的手中。到时候，就算林月那个臭婆娘是喵喵的亲姐姐，却也只能任我差遣，由我摆布。至于楚风，一个区人类，我想让他什么时候死，他便什么时候死；我想让他怎么死，他就要怎么死。话到此处，仙玉音的脸上掀起了一抹阴险的弧度。弟弟愿一生追随哥哥。此刻，仙玉石更是扑通一声跪在了自己亲哥哥的面前，以表忠心，因为他也知道
此事非同小可，若是能成，他也将享受无尽的荣耀。而见其弟弟如此，仙玉英脸上的笑容更是浓郁，就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他成国王的景象。